这次要讲的是如何在同一张图出现两个角色，这两个角色的外观会长得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做的一个猫女的那一个，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好了。很多人说这两个人长得很像，基本上同一张图，如果是同一个 seed， 两个人都会长得非常的类似。所以今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让同一张图两个角色会长得不一样。首先，我们先挑一张照片，从那张照片开始往下做。我这一次选的是这个照片，所以先切到 PNG Info 这里，然后把它拉进去，把它 Send to Take to Image 这里。我们先按一下产生。那因为我换了显卡了，所以这个图呢就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那主要是我想先抓一下它这个 prompt， 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个训练档，就是这个训练档 Better Hand 这个训练档呢，你要把它放在 Negative Prompt 这里，它就可以让你的手比较漂亮，比较不会扭曲变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在这里呢，这个档案的这边按下往下的箭头就可以下载。PT 档的话要放在 Embedding 的资料夹里面，所以就要把它复制过去。复制的位置是在这里，在安装资料夹下面的 Embedding 这个资料夹，把它按滑鼠右键贴上。那因为我已经装过了，我就需要去取代它，就在这里。然后回到这里来，你这边要下一个 tag， 在这里你把这个 tag， 因为我是用贴上的，那各位就是要加一个逗号，把这个tag 把它给打上去。当加上了这个 tag 以后，你的手就会比较漂亮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最近做的影片手比较自然了？就是因为我有加这一个，这样子的话，手比较扭曲变形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少。但是基本上我还是用挑的，我挑了很多手比较漂亮的图出来。记得是要放在 Negative 的 Prompt 这边哦，不是上面这个，是放在下面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，如果要出现两个女孩子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我们要把这一个图片的尺寸呢变成宽的，所以这边打704，然后这个是512。在这里呢，本来是一个 goal， 那现在就改成两个，好，加上 S， 我们按下产生。可以看到没有变化。那基本上，如果单纯的想要用这个 prompt 来产生两个女生的话，是比较困难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搭配 ControlNet 来使用。我们来看看用骨架以后的效果如何。我们用的是这个骨架，这个骨架是等一下我会讲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先看它效果怎么样。先把它切到这一个 ControlNet 这里，然后在这里呢，把它拖移到这个地方。你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是704512，然后这张图呢是来看一下多大，是512乘512，所以事实上是变宽了。变宽的，然后我们的图不是宽的怎么办？选择这一个封套，选这一个，然后这个没关系，就维持这样子，它会把它往旁边长大，但是不会影响它的比例。然后这边要 enable， 这个前处理就不用了，因为这是一张骨架的图。Model 选择 Open Pose，
weight 呢，这是我的经验值，我设0.8，那各位可以自己去调整。开始呢，选择0.01，结束呢，选择0.8，这样子。那选择0.8，我想前面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讲了，从0.8一直到1.0之间呢，这个 AI 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把你的图片变得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一般来说都设成0.8，然后按下产生。各位就可以看到了，这个的作用其实比这个 ControlNet 的作用还要小，所以用 ControlNet 才可以达到我们就是想要2个角色在画面同时出现的这一个目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让这2个女孩子长得比较不一样。基本上现在其实长得还蛮类似的，然后怎么让它长得不一样呢？我这边已经先放一个网页了，这个网页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安装这个 Rora 的 plugin 的那一个网页。然后如果各位之前已经有照着我的影片去安装这个 plugin 的话，应该它本来就在里面了。它就是这 Additional Networks 这一个 plugin， 我们把它往下卷动，其实它有一个功能，这个功能可能大家都不太就是之前没有注意到。它在这里，它就是可以指定在画面中哪些区域使用不同的 Rora， 利用这个 Mask 遮色片。这边有讲到，当它使用了这个遮色片以后，搭配 ControlNet 的话，就可以在画面上出现2个不同的角色了。在这里面呢，其实我刚刚那个 Open Pose 的是从这里下载的。那另外有一个 Mask 这个就是遮色片的部分，我也已经下载了。那下载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按滑鼠右键选择另存图片就好了。然后因为我已经存好，等一下就拿那张图来用。在这里的话，它有说明怎么样去使用它。在这上面的地方，它基本上是用 RGB 3个不同的颜色来区分。如果 R 呢就是 Model 1，G 呢就是 Model 2，B 就是 Model 3，就是在这里把它往下卷动，把这个 Additional Networks 把它打开来。在这里呢 ，R 呢就是使用这一个 Model 1，G 呢就是 Model 2，B 就是 Model 3这样子。所以等一下我如果拉进来的话，红色的部分就会使用这一个台湾的这一个，绿色的部分就会使用韩国的这一个。所以透过这3个不同的颜色，就可以指定画面中哪些东西、哪些角色是用哪种 Rora 来做。等一下我也会教各位怎么样去画出那一个遮色片。好，那我们先切到这边来。我们把这个 Extra Arcs 这一个把它打开来，这里呢就是可以让你把刚刚那个遮色片把它拉进去，所以点选这一个，然后把这个遮色片把它拖移进来。这个 0.25 0.2 可能作用的，我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明显，所以我现在把它切到 0.6， 然后这也是 0.6，让大家比较容易可以看到它的外观不一样了，然后按下产生。可以发现其实跟刚刚长得已经不太像了。那另外呢，这一边也要调整成乱数了。为了让它算图变得更细致呢，这边建议到12。然后我们再按一次产生试试看。2个的长相其实跟刚刚就差蛮多了，所以基本上这个 Rora
的这个 plugin 还是有它的作用存在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说，怎么样产生这一个骨架跟这一个折射片。那我们就拿这个来做例子，就是刚刚的这一个。拿这张图呢，我们用它的骨架来做。做法是这样子的，先把它切到下面来，我们先产生骨架，所以按这个把它拖移进来。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多宽，这张图是1024乘768，其实我之前已经算过了，它比例就是704乘512，所以这边就打704。然后这里呢，选择 Open Pose 的前处理，这个就先把它删掉，因为这个不合。我们目的是为了产生那个骨架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骨架，按一下，它的骨架已经先帮我们产生了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利用这个骨架来做。所以先按这个下载。所以这个产生骨架的这个图呢，其实在上一个影片中也有跟各位教过，就是我们利用这个 CtrlNet 来产生深度图。所以产生这个图的时候是不用去按这个上面那一个按钮，你直接去切换就可以。你用这个 Hide 跟 Preview 就可以切换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已经下载完成了。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骨架图，把它贴到这个资料夹里面。等一下比较好处理，就是这个资料夹。然后我们先做一个改名好了。这样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折射片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画折射片了，所以这在上面按滑鼠右键。选择使用小画家 3D 编辑，把它打开来。接下来就是在上面画图了。你要选择的是这一支笔，书写笔，然后不透明要100%，粗细的话可以粗一点。我们要用的颜色是红色跟绿色。然后，因为我之前画过，所以这里有。如果各位没有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新增。然后红色呢，红色这是 RGB 3原色嘛，红色就是255这样子。然后绿色是0，蓝色也是0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就会产生一个纯的红色，就按确定。那绿色的话，就是绿色是255，然后红色是0，这样子，所以它是0到255之间，这样就是绿色，这样，然后再按确定，它就会新增在这里。那因为我已经新增过了，所以我就不再做了。我可以新增一个蓝色给各位看啊，这0，这个255，这样。这有一个蓝色，按确定，这里就会出现这个。那我们现在要画的是红色，所以选择红色，用这支笔。这个呢，粗细选大一点，因为它是折射片，所以画的不用很精确，要把它画这样子，整个框起来到最下面，到这里来。中间有交错的地方没关系，因为它跟人脸无关。全部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用油漆桶。这是填满，把它填进去。不小心画出去了，复原。
然后就存档，选择功能表，另存新档，影像，这边加一个底线 mask， 按存档，回到 Stable Diffusion。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了，这个都不要了。我们把刚刚那个骨架跟遮色片都把它拉进来，先把这一个骨架拉进去，再把遮色片拉过去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了。按下产生，有可能是这个骨架对他来说是有问题的。哦，是这个啦，忘了取消了，把它设成 None。再一次。啊，基本上两个长相是不一样啦。不过因为这调太高了，会变很丑，所以我把它调低一点。测过大概在0.3左右会比较好看。然后按下产生。好，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各位可以去自己试试看。这边的地方的话，怎么调整会比较好看？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